公元25年，刘秀派人劝降了朱伟后，进入了洛阳城，并将洛阳定为都城。那么，刘玄和赤眉军在长安城的战况如何？他们最后的结局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玄投降及刘秀与赤眉军决战。公元25年9月，赤眉军进入了关中，刘秀也派邓禹率领2万精兵前往关中，伺机而动。刘玄的将领们闻听赤眉军和邓禹都准备攻打长安，就建议刘玄将长安城抢劫一空后，就赶紧撤退。然而，刘玄并没有同意，而是要求他们死守长安城。可建议逃跑的将领们却不听调遣，还密谋准备杀掉刘玄后逃走。结果消息泄露，刘玄就准备在立秋大祭的时候逮捕密谋者。结果到了这一天，刘玄却犹豫了，迟迟没有下令动手。可有些将领已经发现了情况不对，立即拔剑突围。结果刘玄抵抗不住，率领百官逃出了长安城。出城后的刘玄意识到，将领们之所以敢反抗，一定是得到了王匡和陈穆的支持。于是他就以召见大臣们议事为由，准备除掉王匡和陈穆。结果陈穆没有发现异常，被刘玄逮捕之后斩杀，而王匡则提前得到了消息，率军进入了长安城，与反抗刘玄的将领们联合了起来。不久之后，刘玄率军杀回了长安城，王匡等人逃走，直接投降了赤眉军。此时，赤眉军的首领樊崇在方阳等人的建议下，也立了一个汉朝宗室，年仅15岁的刘盆子为帝，并组建了三公九卿等朝廷机构。刘盆子是刘邦之孙刘璋的后人，之前在赤眉军中是负责割草和喂牛的牧童。之后，赤眉军便来到长安城下开始攻城。刘玄的守军抵挡不住，守城的将领主动打开东都门，放赤眉军入城，刘玄率军逃走。远在洛阳的刘秀得知情况后，下了一道诏书告知天下，他已封刘玄为淮阳王，有胆敢诛杀刘玄者，以大不逆判处。如能护送刘玄回到洛阳者，则封侯赐爵。樊崇也以刘盆子的名义下诏，如果刘玄能在20天内投降他就封刘玄为长沙王，否则过期不候。最后，刘玄选择向赤眉军投降，并将皇帝的玉玺献给了刘盆子，刘盆子也将他封为了长沙王。从此，刘玄就一直跟着赤眉军的将领谢禄一起居住。一段时间后，在张昂的劝说下，谢禄派了几名亲兵和刘玄一起到郊外牧马，并且密令亲兵将刘玄杀害。刘秀得知后非常的悲痛，让邓禹将刘玄安葬于霸陵附近。至此，刘玄的更始政权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再来看赤眉军，赤眉军进入长安后，依然改不了烧杀抢掠的习惯，导致三府地区的百姓们纷纷起兵与赤眉为敌。所谓三府，是指京兆尹、左冯翊、右扶风这3位官员所管辖的区域，也是长安城最重要的地区。这时，邓禹的将领们认为此刻是攻打长安城的最佳时机，建议立即攻城。但邓禹认为他们是孤军深入，既没有接应的队伍，也没有粮草补给，而赤眉军则刚刚拿下了长安城，士气正旺，所以应该等他们把粮草耗费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再来攻打。于是邓禹放弃攻打长安城，率军北上，去平定了上郡、北堤郡和安定郡。果然，邓禹走后不久，长安城就乱了起来。首先是投降过来的王匡等人准备逃跑，被赤眉军发现后，全都给斩杀了。接着，赤眉的数十万大军拥入长安城后，粮草消耗巨大，很快长安城里的粮草就被消耗完了。而三府地区的百姓们还在顽强地抵抗着，不可能给他们供应粮草。于是樊崇决定放弃长安城，前往陇右地区补充粮草。赤眉军走后，邓禹则趁机南下，驻军于昆明池。然而赤眉军到达陇右后，却遇到了割据陇右的魁霄。由于他们的顽强阻击，赤眉军不但没有补充到粮草，还大败而归。此时正值严冬，天降大雪，赤眉的很多士兵在路上冻饿而死。不得已，他们只好返回长安，打败了邓禹后，再次回到了长安城。这次外出使赤眉军遭受了极大的消耗。邓禹战败后，率军退到了高陵。此时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，将士们饥饿难耐，以吃枣子和野菜度日。
刘秀得知战况后，告诉邓禹，由于关中缺粮，赤眉军必然会向东而来，所以你不可妄自进兵，只要等着他们向东而来就行。然而邓禹却不甘心，他率领着饥饿之兵，又数次去攻打赤眉，结果都是大败而归。这时，刘秀派冯异率领一支军队来接替邓禹，让邓禹返回洛阳。然而邓禹还是不甘心。公元27年春，邓禹率部来到了胡县，即今天山西灵宝市以西的黄河边上。他邀请冯异和他共同迎战赤眉，可冯异认为赤眉军现在还很强大，要想战胜他们，最好是能诱降，如果诱降不成，也只能智取，切不能硬拼。可邓禹不听劝告，率部与赤眉军再次大战，双方缠斗了1天后，赤眉军佯装战败，连粮草辎重都没拿就逃走了。邓禹的将士们好久都没有吃过饱饭了，看到赤眉军留下了大量的粮食后，就争相过去准备搬运，结果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全都是泥土。正在这时，赤眉军又重新杀了回来，邓禹大军手足无措，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。正在这时，冯异率军赶到，赤眉军才被迫后撤。然而赤眉军撤走后，邓禹再次向赤眉发起反攻。这下赤眉军也被磨得失去了耐心，准备和邓禹大战一场，一举歼灭邓禹。当赤眉军从漫山遍野冲过来之后，邓禹的大军根本就抵抗不住，死伤了3000余人，其余的则四散奔逃。最后只有24名卫士还留在邓禹身边，保护着他逃到了宜阳。之后赤眉军又掉头去攻打冯异，冯异也被赤眉军打败，很多士兵连战马都丢了，只能徒步逃到小底，即今天河南洛宁县西北。在这里，冯异收集溃兵，又临时招募新兵，凑了数万人，准备和赤眉军决战。赤眉军得知后喜出望外，觉得刘秀派来的这2位将领应该是被他们给打疯了，于是赤眉前来应战，小底之战开始。冯异先派了一支人马主动发起攻击，赤眉军则只派了1万人前来迎战，结果冯异的前锋抵抗不住，只能让主力一起进攻。赤眉军见状也全军出击，双方从日出一直战到日落，竟然不分胜负。正当双方都已经精疲力尽的时候，突然从旁边又杀出一队人马，他们的装束和赤眉军是一模一样的，然而却并不是赤眉军，而是冯异安排的伏兵。这支伏兵的加入彻底打乱了赤眉军的阵脚，他们分不清哪些是自己人，哪些是假扮的赤眉军，而冯异的大军却能分得清。于是赤眉军不知道应该去砍谁，弄得手足无措，只能开始撤退。然而兵败如山倒，赤眉军在前面跑，冯异的大军在后面追，跑不掉的只能投降，最后投降的竟然有7、8万之众。此战让赤眉军再遭重创，加上粮草已经耗尽，他们只能转向东南去补充粮草和兵马，以摆脱困境。然而早在小底之战之前，刘秀就鉴于关中发生饥荒，隗萧的重兵又布防在陇右，所以他分析认为赤眉军必然会向2个地方撤退，一个是西安，即今天河南省的渑池县东，一个是宜阳，即今天的宜阳县西。于是他派侯进驻守西安，太耿弇驻守宜阳，等待着赤眉军的到来。果然不出刘秀所料，樊崇率领着赤眉军的主力正向宜阳逃来。刘秀得知后，亲率6路大军在宜阳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当赤眉军人疲马乏地到达宜阳后，才发现前面是刘秀率领的6路大军，后面是冯异的追兵，他们已经是插翅难飞了。于是樊崇思绪良久后决定投降。他派刘盆子的大哥刘公与刘秀谈判，他对刘秀说：“我主刘盆子准备率领100万大军投降陛下，陛下准备如何安置他呢？”刘秀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只能饶他不死，其他的一切免谈。”刘公只能灰溜溜地回去汇报。2天后，刘盆子率领百官，亲手捧着皇帝的玉玺和刘玄的7尺宝剑，献给了刘秀，赤眉军全部投降。然而清点人数的时候，才发现刘公所说的100万大军其实只有10余万人。公元27年2月20日，刘秀从宜阳返回洛阳，并将樊崇等赤眉军首领以及他们的家人也全都带到了洛阳城定居，软禁了起来。同年，樊崇等人再度起兵，
失败后被刘秀处死。至此，纵横山东10余年的赤眉军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刘秀继河北之后，又平定了关中地区。3月，刘秀派军占领了长安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上期我们讲到，刘玄投降了赤眉后被杀，赤眉也被刘秀战败后投降。至此，刘秀继平定河北之后，又平定了关中。接下来，他便把目标放在了关东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秀平定关东之剿灭刘永和董宪。关东的反叛军主要是在睢阳称帝的刘永、占据祁郡的张布以及占据东海郡的董宪。刘永是汉景帝刘启的弟弟刘武的8世孙，他的祖辈都是梁王，所以刘玄登基后就将刘永也封为了梁王。刘玄败亡后，刘永便自立为天子，在睢阳登基称帝。睢阳即今天的商丘市南，他占据了济阴郡、山阳郡、沛郡、楚郡、淮阳郡、汝南郡等地的28座城池。为了扩大势力，他又任命董宪为义汉大将军，张布为辅汉大将军。至此，刘永组成的联军已经占据了关东的大片土地，与刘秀形成了2个汉室宗亲争夺正统的局面。公元26年3月，刘秀任命盖延为主将，率领数万人去征伐刘永。8月，盖延攻破了睢阳城，刘永从东门逃走，带着少数亲信逃到了余县，即今天商丘市余城县。盖延则趁机拿下了扶阳、祝丘、萧县、彭城、薛县等地。余县的守军见汉军如此强大，准备杀掉刘永后投降汉军，结果被刘永察觉，带着几十名亲信逃到了谯县，即今天的安徽亳州。这时，苏茂和周建等人率领3万大军赶来救援刘永，与盖延大战于沛西，刘永再次战败，退到了胡陵，即今天山东微山县的张楼乡程子庙村。盖延顺势又平定了沛郡、楚郡和临淮郡等地。公元27年4月，睢阳人驱逐了汉军，又将刘永迎了回来。刘秀命令吴汉和盖延合军围困睢阳。刘永率部坚守了100日之后，因城中断粮，被迫逃往了赞县，即今天永城市赞城镇。盖延则率领大军紧追不放，刘永在逃往途中被部将庆武给杀害了。至此，刘永的反叛被彻底平定，苏茂和周建等人则率众投靠了董宪。公元28年春，盖延率军前往刘县去攻打董宪，董宪战败后逃往下邳。正在这时，刘秀非常宠信的将领庞蒙，由于刘秀下诏给盖延而没有给他，使他心生疑虑，决定起兵反叛。由于事发突然，盖延被他打败。随后，他就派人与董宪联系，双方结成了联盟，约定共同进攻陶城，以打通与张布的联系。于是，董宪派了3万大军北上，与庞蒙会合后，共同进攻陶城，即今天的济宁市东。刘秀听闻庞蒙反叛后，非常的恼怒，决定御驾亲征去收拾庞蒙。董宪得知刘秀御驾亲征，马上率领部将放弃下邳，退守兰陵。刘秀当时正在蒙县，他亲自率领着3000名轻装骑兵以及数万步兵，留下所有的辎重，日夜兼程赶往陶城。在到达康福县的时候，将士们非常疲惫，属下将领请求休整，但被刘秀拒绝，大军继续前进，来到了任城，即今天的济宁市东南。大军休整了1天后，将领们纷纷的请求出战，可这时刘秀却又不着急了，命令所有人不得出战。将领们都莫名其妙，他们日夜兼程的赶来，可到了战场后，刘秀却又不着急进攻了。不多时，庞蒙也派出大军前来叫阵，可刘秀依然按兵不动。庞蒙见状后，便放心的继续去攻打陶城了。然而，连续进攻了20多天，陶城依然没有被攻破。原来，陶城的将士们得知刘秀亲率大军赶来救援，军心更加的牢固，顶住了庞蒙的一轮又一轮攻击。就这样，庞蒙被拖了20多天，大军也已经是筋疲力尽了。这时，吴汉、王常、盖延和王霸等人陆续赶到，刘秀下令立即发起总攻。他亲自参加战斗，将士们见状也都拼命地冲杀，庞蒙和苏茂等人抵挡不住，率领残兵连夜撤退，投奔董宪去了。董宪得知后，率领着全部人马在昌绿县布阵阻击。
同时，他引诱被称为武孝军的乱民驻防建阳，共同阻击刘秀。刘秀率领大军追到了波县，这里距离董县的营垒只有100余里。这时，刘秀再次命令大军停止追击。属下将领难以理解，现在正是我军士气最旺的时候，一鼓作气便可剿灭敌军，为何又要停止呢？刘秀说，那些武孝军的乱民，只要他们粮草耗尽，就会不战而走，等到那时才是出兵的最佳时机。果然没多久，武孝军就因为董县无法给他们提供粮草，便自行离开了。这时，刘秀亲自上阵，向董县发起了攻击。战斗只持续了3天，董县和庞蒙就支撑不住了，率领大军开始败逃，一直逃到了渠县，即今天的连云港市。随后，刘秀大军赶来，攻下了渠县，董县和庞蒙战败后被斩杀。至此，刘秀平定了淮河流域的大片地区，关东只剩下了张布还在坚守。刘秀派耿弇去攻打张布。那么，耿弇是如何打败张布的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刘秀平定了刘永和董县之后，关东就只剩下了张布。那么，张布是如何被平定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秀平定关东之猛人耿弇。公元28年5月，刘秀命令耿弇从涿郡出发去攻打张布。张布得知后，连忙将费祎封为济南王，屯兵于历下，即今天济南市的历下区。然后又分兵防守祝阿城，在今天淮阴区的玉府河畔。同时还在中城列营数十座，作为两城的后援。中城在今天长清县的西北。耿弇率军渡过黄河后，来到了祝阿城下，不到1天的时间就攻破了祝阿城，并故意放走败兵，让他们逃回中城，以动摇他们的军心。果然，中城的军民听闻了前方的战况后，异常的惶恐，纷纷的弃城东逃。于是，耿弇兵不血刃，又拿下了中城。之后，耿弇采取围点打援的计谋，假装去围攻据理，目的其实是引诱费祎率军来救。果然，费祎率领着大军赶来救援，而耿弇早已在半路埋藏了伏兵。费祎率军正在赶路，突然伏兵四起，大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阵脚大乱。此一战，费祎大军不仅战败，而且他本人也在战斗中被斩杀。随后，耿弇便率领大军前往临淄。临淄是张布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一旦临淄失守，则张布就彻底无险可守了。于是，他派了重兵防守临淄。临淄有2座城，一座是西安城，即今天的环台县东；一座是临淄城，即今天淄博市临淄区的齐都镇。西安城的守军有2万人，临淄城有1万余人，两城互为犄角，可相互驰援。然而，让张布万万想不到的是，耿弇竟然将大军直接开到了两城的中间。这样的驻军安排，在兵法上属于大忌。他无论去攻打哪个城，都会被另一个城的守军从后面偷袭，到时候必定是腹背受敌，疲于奔命。然而，作为老将的耿弇竟然不按兵法布阵，就这样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两城中间，安营扎寨。随后，他命令大军休整5天，5天后向西安城发起总攻。西安城的守将是张布的弟弟张兰，他得知消息后，派人日夜巡逻，加固城防，准备迎接耿弇的强攻。第5天清晨，耿弇命令大军准备攻城。然而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他准备攻打的并不是西安城，而是临淄城。将领们以为耿弇搞错了，连忙前来劝说。他们认为西安城的兵力强，如果现在去攻打临淄城，那么西安城必然会从后面偷袭，到时候敌军两面夹击，难以应付啊。然而耿弇却笑着说，5天前我故意说要攻打西安城，所以现在西安城的守军应该在十分紧张的备战着。他们操心能不能守得住城池还来不及呢，哪里还有心思出来偷袭呢？而临淄城的守军断然不会料到，我们今天要攻打的竟然是他们。所以一旦交战，他们定会乱作一团，等西安城的守军反应过来时，我们应该已经拿下了临淄城。只要临淄城破，西安城就成为了一座孤城，不攻自破。将领们这才恍然大悟。于是耿弇下令向临淄城发起攻击。果然不出耿弇所料，进攻临淄城的时候，西安城的张兰并没有出兵，
临淄城因为没有充足的准备，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被攻破了。张兰得知临淄城破后，立即弃城而逃，率军跑回了莒县。至此，耿弇一箭双雕，半天破2城。大军进入临淄城后，耿弇就放出消息，让加强临淄的城防，等待着与张部的决战。此举的目的就是刺激张部，让他前来应战。果然，张部得知后，觉得耿弇就数万兵马，而且是远道而来，战胜他并不是难事。于是他纠集了10余万大军前来与耿弇决战。耿弇得知后，提前做出了部署。他亲率突骑隐藏在城中，让刘歆和陈俊率领2路大军埋伏在城池的2翼，然后派出1路人马主动出击，并且告诉他们只许败不许胜，目的是诱敌深入。两军交战后，耿弇派出的人马一触即溃。张部见状，觉得耿弇的实力不过如此，于是他率领着全部兵力发起了总攻，企图一举歼灭耿弇。当他们追到城下时，刘歆和陈俊突然率军杀出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交战了半天后，耿弇亲率突骑从东城门杀出，去冲击张部的步兵，导致张部的大军首尾不能相顾，大败而归。第一天的战斗就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了。此时的刘秀正在鲁县，他得知耿弇正在被张部的大军围攻后，马上派人送来书信，让耿弇务必坚守城池。他马上率领大军赶来支援。然而第2天清晨，耿弇命令大军准备出城迎敌。将领们都来劝说耿弇，表示应该等刘秀的大军赶到后，再前后夹击攻打张部。耿弇却愤怒地说：“皇帝陛下驾到，作为臣属的我们应该杀牛宰羊的招待，怎么还能让陛下操心打仗的事呢？”于是耿弇打开城门，率领大军再次冲杀了过来。双方一直从早上杀到了黄昏，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。战役结束后，张部得到情报，刘秀率领着大军正在向临淄城赶来，于是他决定连夜撤回莒县。到了半夜，张部觉得汉军已经作战了1整天，此时应该已经入睡了，于是他率领大军带着所有的粮草辎重，成夜偷偷地撤走了。结果走到半路，突然伏兵四起，耿弇的大军从道路两旁杀出，张部的大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向莒县方向开始逃窜，而耿弇则穷追不舍，一直追到了陈妹水。在这里，双方再次展开激战。这场战斗的场景异常的惨烈，从临淄城到陈妹河畔，80-90里的土地上，到处都是士兵们的尸体，鲜血染红了陈妹水。最终，张部狼狈不堪地率领残部逃回了莒县。可此时，他的主力精锐已丧失殆尽，无力再继续战斗，只能率领残部向南逃窜。这时，刘秀也率军赶到了，命令大军继续追击，一直追到了平寿县，即今天山东省昌乐县东南。走投无路的张部连忙派人向苏茂求援，苏茂率领着万余精兵前来助战。刘秀得知后，并不着急进攻，而是派遣使者，分别告诉张部和苏茂，他们谁要是能斩下对方的首级前来投降，就封谁为侯。公元29年10月，张部斩杀了苏茂，前来投降。刘秀将张部封为安丘侯，随后与家属一起被迁到洛阳居住。3年后，张部携带着妻儿从洛阳逃回临淮，准备召集旧部，结果被琅琊太守陈俊得知后给斩杀了。至此，刘秀彻底平定了黄河以东以及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。随后，他又控制了除陇右和巴蜀之外的所有中原之地。那么，陇右和巴蜀又是如何平定的呢？我们下期继续讲述。刘秀平定了中原之后，还剩下陇右和巴蜀被韦骁和公孙述割据占领着。那么韦骁是如何被平定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秀平定陇右之来袭表哥。韦骁是天水城纪人，即今天甘肃省齐安县人。他出身于陇右的大族，年轻时就以知书通经而闻名于陇上。公元23年，韦骁的叔父韦崔等人在上邽起兵，上邽即今天的天水市。之后，众人推举韦骁为上将军，至此他便成为了割据陇右的一股势力。公元26年，赤眉军前往陇右补充粮草，被韦骁打败，刘秀便派遣使者封他为西州大将军。
之后，公孙述也派人拉拢韦骁，封他为大司空和福安王。但韦骁认为公孙述与他地位相当，所以耻于向他称臣。刘秀平定中原后，便想联合韦骁共同出击公孙述，然而他却回复说，一方面他兵力单薄，另外北方的卢方倚仗着匈奴，一直对他虎视眈眈，所以他无法出兵伐蜀。韦骁之前与来西和马援的关系要好，于是刘秀就陆续的派他俩前去说服韦骁，让他入朝为官。但韦骁坚持的回复，他自己无功无德，不敢为官。等到四方平定之后，他便打算告老还乡。公元29年，在来西的劝说下，韦骁派他的长子韦寻来到了洛阳，刘秀将他封为胡骑校尉、捐羌侯。公元30年，公孙述派兵攻打南郡，刘秀命令韦骁从天水郡南下，去攻打公孙述的背部，但被他再次拒绝。刘秀明白韦骁终归不肯为自己所用，便决定出兵讨伐。同年4月，刘秀命令耿弇等7位将领从长安出发，穿过陇山去攻打公孙述，并让盖言为先锋，先行出发。韦骁当然明白刘秀此次出兵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公孙述，而是他自己，于是他派王元出兵阻击。当盖言的大军进入陇山后，王元就派人在后面砍伐树木，阻挡住盖言的退路，然后从正面突然发起攻击。盖言的大军拼死抵抗，最终才突出重围。至此，韦骁和刘秀彻底翻脸，陇右之战正式爆发。刘秀料到韦骁打了胜仗之后，必然会越过陇山向东进军，于是他命令耿弇率军进驻期县，即今天的滨州市；让冯异进驻旬邑，即今天的旬邑县；让季尊进驻迁县，即今天的陇县。果然，韦骁的大军越过陇山，兵分两路向东而来，一路去攻打迁县，一路则绕过期县，直接来攻打旬邑。冯异得知韦骁准备攻打旬邑后，命令大军急速行军，赶在他们之前进入了旬邑城，并躲藏起来。韦骁的大军以为旬邑城没有设防，便率军入城，冯异立即率军出击，韦骁军大败。同时，进攻迁县的大军也被季尊打败。这时，韦骁连忙派人给刘秀上书谢罪，说他属下的部将听闻汉朝大军逼近陇山，都惊恐自救，是自发行为，他没来得及管束。为了表达歉意，他愿意将缴获的所有战利品全部如数奉还。然而刘秀却回复他，我已年近40，非常讨厌这些浮语虚词，如果你诚心归附，我会赏赐你高官厚禄，如果你不愿意，就不必再回信了。韦骁知道刘秀已经看出了他的诡计，再无法拖延了，于是连忙派遣使者向公孙述称臣。公孙述非常高兴，封他为朔宁王，并派军前来支援。公元31年，有了公孙述的撑腰，韦骁再次率领3万大军穿过陇山，来到了阴盘，即今天长武县的西北。他的大军刚到，就听说冯异率领大军正向这边赶来，他不想和冯异正面激战，决定调转方向去攻打迁县，然而却被季尊打败，只好再次撤回陇右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他东进的时候，来西已经率军偷偷地进入了陇山。来西是刘秀的表哥，他的母亲是刘秀的姑妈，他多次出使陇右，说服韦骁，所以对陇山的地形非常了解。他发现在陇山之中有一条路可以直通韦骁的战略要地略阳，即今天甘肃齐安县的陇城镇。韦骁被公孙述封王之后，就将都城迁到了平乡，即今天甘肃省的通渭县。这里距离略阳仅有100多里，只要拿下了略阳，则平乡就无险可守了。于是来西只带了2000人，翻山越岭的来到了略阳。略阳的守军根本想不到这里会突然出现汉军，于是在毫无防备之下就丢掉了略阳城。当韦骁得知略阳失守后，顿感不妙，他立即派出4路大军守住陇山的所有进出口，其中王元驻守龙底，邢询驻守潘墟口，王孟驻守鸡头道，刘涵驻守瓦亭。然后他亲率数万大军前来围攻略阳，同时公孙述也派遣李煜和田衍率军赶来支援。就这样，来西率领的2000人彻底成为了一支孤军，被困在了略阳城。然而韦骁并没有强攻，他派出士兵上山去挖石筑坝，准备决水灌城。
莱西则命令将士们加高城墙，固守不弃。随后，韦骁命令大军开始攻城，莱西的将士们据城而守，用弓箭射杀攻城的敌军，顶住了一轮又一轮的强攻。最后，箭矢射完了，莱西就命令士兵们去拆房屋，用木头和石块当武器，继续守城。就这样，莱西的2000人竟然坚守了略阳城1个多月。吴汉收到战报后，命令大军立即出击，去配合莱西。然而，刘秀却让吴汉把大军都撤回来。吴汉甚是不解，刘秀解释说，略阳城是韦骁的战略要地，他必定会倾尽所有精锐去攻城。莱西拖得越久，韦骁的兵力就会越疲惫，等他们精疲力尽的时候，我们再突然出兵，便可一举拿下。随后，刘秀决定御驾亲征，他率领大军抵达了高平县，即今天的宁夏固原县。到达这里后，他召见了投降过来的王遵，让他去策反牛韩。牛韩驻守的是瓦亭，在今天固原市泾原县大湾乡境内。王遵之前也是韦骁的部将，是被莱西给策反过来的，而且他与牛韩曾经是好友。牛韩思考了几天后，决定投降刘秀。接着，刘秀又陆续地策反了韦骁的13员大将以及10余万大军。韦骁得知众多将领都投降了刘秀后，决定放弃略阳城，率军撤往西县，即今天甘肃省礼县东北。刘秀再次派人给韦骁送信劝降，告诉他，如果现在投降，还能见到自己的儿子；如果非要学习英布，那我便成全了你。等了几天，韦骁还是不肯来降，刘秀便斩杀了他的长子韦寻。正在这时，洛阳传来消息，颍川郡有乱民起兵，刘秀需要返回洛阳。于是他命令吴汉和岑彭去围攻西县，让耿弇和盖延去围攻上邽。离行前，他再三叮嘱吴汉，陇山崎岖难走，军粮不好运送，所以人多反而是累赘，而且粮草消耗巨大，你不如只率领精锐前往，其余的士兵就让撤回吧。然而吴汉并没有听从，他认为一鼓作气便可拿下韦骁，不存在缺粮的问题。于是吴汉和岑彭便率军前来攻打西县。驻守西县的将领是韦骁属下的老将杨广，非常的勇猛，所以吴汉并没有贸然进攻，而是让岑彭率军去阻断谷水，也准备引水灌城。可没多久，老将杨广竟然病逝了。吴汉趁机发起猛攻，然而却久攻不下。时间长了之后，吴汉大军的粮草就告急了，士兵们吃不饱，就陆续有人逃跑，军心也开始动摇。正在这时，王元等韦骁的将领率领着5000人赶来救援。他们到达山上后，王元见汉军人数众多，就让士兵们大喊：“韦骁的100万大军已到！韦骁的100万大军已到！”本就军心不稳的吴汉大军听闻后，更加的惶恐不安。随后，王元便率军从山上冲杀下来，汉军阵脚大乱。王元趁机冲进西县，保护着韦骁逃出了城池。此时，汉朝大军粮草已耗尽，无法继续追击，于是吴汉和岑彭、耿弇和盖延都只能率领着大军东撤，回到了长安。公元33年春，韦骁逃到了蓟县的洛门，即今天甘肃武山县东北的洛门乡。他又病又饿，只能以大豆和米饭为食，最终愤恨而死。王元等人又拥立了韦骁的幼子韦纯继承了王位。8月，刘秀任命莱西为主将，率领着冯异等5位将领再次征伐陇右。在此期间，冯异病死于军中。冯异是云台28将之一，屡立战功，为人谦逊。每当众将领们争功的时候，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大树下，因此将士们称他为大树将军。2个月之后，莱西攻下了洛门，周松和邢询等人带着韦纯投降了莱西，王元逃走。至此，陇右势力被彻底平定，只剩下了巴蜀之地的公孙述。那么，公孙述是如何被平定的呢？我们下期再讲。公孙述凭借着蜀道的艰险，便准备割据巴蜀，自立为帝。刘秀数次派人去劝降，都被他拒绝了。于是剿灭了韦骁之后，刘秀便把目标放在了巴蜀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秀平定巴蜀之公孙述的刺客。公孙述是扶风茂陵人，即今天陕西兴平人。公元14年，
他被任命为蜀郡太守。公元24年，也就是刘玄称帝的第2年，他自立为蜀王。公元25年，也就是刘秀称帝的同一年，他在今天重庆市的奉节县筑城称帝。因为城中的井里经常会冒出白气，宛如白龙，因此便将此城命名为白帝城。公元35年3月，平定了陇右之后，刘秀便兵分2路，向公孙述发起总攻。一路由来西率领，他在洛门打败了韦纯后，韦纯率领众将投降，只有王元率众逃走，投奔了公孙述。公孙述封他为大将，让他和桓安一起驻守河池，即今天的甘肃省徽县。1年后，来西率军赶到河池，大败了蜀军。王元和桓安率众逃往阳乡，即今天四川省三台县。来西率军继续追击，桓安非常的害怕，连忙建议公孙述派刺客刺杀来西。公元35年6月，来西被刺客刺伤，他紧急派人叫来葛延。葛延看了来西的伤势后，伏地哀嚎。来西斥责道：“我要把军中的大事托付于你，你怎么哭得跟个小女孩一样？”接着，他强撑着伤势，给刘秀写了一封简短的奏章后，拔出被刺杀的刺刀，断气而亡。当刘秀收到来西的奏章后，不禁泪如雨下。不久后，来西的棺柩运回洛阳，刘秀身穿校服，亲自为他送葬。再来看另一路，由岑彭率领的水军。公元33年，也就是刘秀出兵的前2年，公孙述就派田荣等人占据了荆门和虎牙。荆门山位于今天湖北宜都市西北的长江南岸，虎牙山则位于长江北岸的虎牙滩。他们在江边搭起斗楼，江面上架起浮桥，水下立起船柱，以断绝水道，阻挡汉军。公元35年，岑彭和吴汉调集了6万士卒和水手，从金乡出发。金乡即今天湖北荆州市江陵县东。他们率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，来到了荆门。岑彭挑选了一批勇士，许以重赏，由偏将军鲁齐率领，负责去斩断浮桥。勇士们驾船直冲浮桥，然而战船却被江中的船柱给挡住了。情急之下，鲁齐一面率领勇士们死战，一面用火把焚烧船柱，最终浮桥被烧毁。岑彭见状，立即命令大军发起总攻，满江的战船压向荆门，蜀军顿时大乱，溺死者就达数千人。田荣战败后，带领着残兵一直逃到了江州，即今天的重庆市。岑彭紧追不放，也一路追到了江州渡口。江州城是一座山城，山高水低，不利于养攻，而且城中的粮草充足，短期内难以攻克。于是岑彭让冯俊在这里驻防，他自己则率领大军从嘉陵江北上，前去攻打垫江，即今天重庆市的合川区。很快，他们就攻陷了垫江城，并且还抢到了10万担的粮草。面对汉军的猛烈攻击，7月，公孙述派了3路大军进行防守。第一路由严岑等人率领，驻守广汉，即今天射洪市东南的柳树镇。第2路驻守资中，即今天的资阳市。第3路则由侯丹率领，绕过岑彭的江州守军，去驻守黄石，即今天重庆市涪陵区的珍稀镇，目的是阻止吴汉前来支援。岑彭得知后，让臧公率领5万主力继续驻守垫江，牵制敌军，他自己则率军返回了江州。然而他却既不攻打江州，也不前往成都，而是顺江直下，去攻打驻守在黄石的侯丹，以扫清长江的障碍。到达黄石后，他就向侯丹发起攻击，侯丹战败而逃，长江的封锁便得以解除。随后他扬帆而上，仍然不打江州，而是日夜兼程，急行了2000余里，去攻打武阳，即今天彭山区的武阳乡。攻下了武阳后，他将大军驻扎在彭王，即今天彭山区的江口镇。然后派遣精锐骑兵去攻打广都，即今天成都市的双流区，这里距离成都只有数十里之地。其实岑彭到达彭王后，就感觉这个地名不太吉利，想换个地方驻扎，但因为天色已晚，就没有更换。此时的公孙述也非常紧张，在无法应对的情况下，他又想起了之前刺杀来西的效果，于是他再次派出刺客，假扮成公孙述逃亡的奴才，去投奔岑彭。夜晚，刺客摸进了岑彭的军帐，刺杀了岑彭。大军失去主将后，只能退回江州。
当刘秀得知右翼员大将被公孙述刺杀后，异常的震怒，他命令吴汉立即率领大军从夷陵出发，去接管岑彭的大军。此时在垫江的臧公5万大军已粮草告急，他在犹豫要不要也将大军撤回江州。可他担心的是，一旦撤军，军心会不稳，也许还会造成大量的士兵逃跑。最后他下定决心不撤军，而是要前往广汉城去攻城抢粮。他将大军分为3路，让步兵走东岸，骑兵走西岸，水军走涪江。为了壮大声势，他让大军沿着涪江两岸插满旗帜，所过之处战旗翻滚。之后大军便来到了广汉城下。驻守广汉城的将领是严岑，他登高远望，见到处都是汉军的旗帜，不由得惶恐不安。此时臧公已开始下令攻城，严岑的守军不知道汉军到底有多少人马，顿时就士气全无，伤亡了万余人之后便开城投降了。结果投降的大军竟然有10万之众，而严岑本人则逃回了成都。拿下广汉城之后，臧公并没有去追击严岑，而是前往阳乡去攻打王元。然而当汉军抵达阳乡后，还没开始攻城，王元就举城投降了。这时刘秀再次派人来劝降公孙述。公孙述的很多将领也建议公孙述投降，可公孙述却坚定地说，哪里有投降的皇帝，坚决不降。再来看吴汉大军，他们从夷陵出发，不到1个月就抵达了于福津，即今天四川省乐山市北。在这里，他率部与魏克和公孙勇展开激战，大破蜀军。然后他一路北上，攻下了武阳。随后他继续北上，在广都城大败了蜀将史兴，顺利地拿下了广都，兵锋直逼成都。这时蜀军见大势已去，纷纷地开始逃亡。公孙述连忙派人去截杀逃跑的士兵，并且将他们的家眷也悉数处死，可还是阻挡不了大量的士兵逃跑。不久，江州城也被冯俊攻破，田荣被活捉，成都则彻底沦为了一座孤城。这时刘秀派人给吴汉送来书信，告诫他，成都城还有公孙述的10万精兵，切不可轻视，你只管坚守广都，等待着公孙述派兵来攻，你千万别跟他决战。如果他们不敢来，你就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，逼迫他出兵，必须要等到他们精疲力尽之时，方可发起总攻。然而吴汉就跟上次攻打西县一样，再次不听刘秀的建议。他认为只要他兵临城下，公孙述就必然会出战，到时候便可将其一举歼灭。于是他让刘尚率领1万人在南岸待命，他自己则率领2万大军渡过锦江，在北岸安营扎寨，大修浮桥。当刘秀得知他的部署后，气得暴跳如雷，立即写信大骂吴汉。他告诉吴汉，你率军深入敌境就算了，还和刘尚相距20余里，这样的距离，只要公孙述派兵牵制你，然后去攻打刘尚，你们俩根本就无法互相驰援。趁现在公孙述还没看出破绽，你赶紧撤退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公孙述已经看出了他的破绽，但他不是去攻打刘尚，而是派兵牵制住刘尚，命令谢峰和袁吉率领10万大军前来攻打吴汉。吴汉大军整整拼杀了1天后才退回营地，谢峰则顺势包围了吴汉的大营。此时吴汉后悔已经是来不及了，只能想办法突围，与刘尚会师。为了迷惑谢峰，他派人到处点火烧水，军营里炊烟袅袅。第3天夜里，吴汉命人悄悄地打开营门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撤退到了锦江南岸，顺利地与刘尚会师了。谢峰这才发现大意了，立即率军追击。两军再次展开激战，双方从清晨一直打到天黑，结果在战斗中，谢峰和袁吉双双被斩杀，蜀军战败。吴汉没有乘胜追击，而是听从了刘秀的建议，让刘尚驻守在锦江南岸，他自己则撤回广都，等待着公孙述来战。随后他给刘秀上书谢罪，刘秀则夸赞他撤得及时，并且告诉他，公孙述绝不敢绕过刘尚，直接来攻击你。这次你和刘尚的距离并不远，只要公孙述来攻打刘尚，你就赶过去支援，你以急兵之势破他疲兵之战，是绝对可以取胜的。果然，公孙述屡屡派兵来攻打刘尚，吴汉则及时地赶去支援，8战8胜，公孙述再也不敢出战了。随后吴汉步步为营，
来到了成都城外。这时，臧公搞定了王元后，也率军来到了成都。公孙述见汉军越打越多，甚是焦虑。严岑便给他献计，建议他散尽金钱，招募一批死士，与汉军来一次决战。公孙述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招募了5000名死士，交给了严岑。严岑用臧公打败他的战术，派人在成都城插满战旗，然后派出大军去攻击吴汉。他自己则率领着5000死士，偷偷地来到了吴汉军营的背面，突然发起攻击。吴汉军没想到会被偷袭，营中立即大乱，吴汉本人也摔下马背，幸亏他牢牢地抓住了马尾，被马拖着才跑出了险境。重整兵马后，吴汉发现大军只剩下了7天的军粮，无法继续坚守，只能暂时撤军了。就在这时，张堪的到来改变了吴汉的计划。刘秀让张堪率领着7000名骑兵赶来支援吴汉，然而走到半路又追认他为蜀郡太守。可此时蜀郡还在公孙述的手里，吴汉要是撤走了，那他这个蜀郡太守不就成为一纸空文了吗？于是他极力地劝阻吴汉不要撤军，并且告诉他，你只要故意示弱，公孙述就必然会出城追击，只要他走出成都城，则必败无疑。最后吴汉听取了他的建议，率军来到了成都城北面的咸阳门。公孙述见汉军再次兵临城下，他先是找人算了一卦，卜卦的内容是如死城下，是个吉卦。于是他派严岑率领一支人马去攻打臧公，战况非常的顺利，臧公3战3败。随后公孙述亲率主力出城来攻击吴汉，吴汉命令高武等人率领数万精锐前去迎战。战斗中，高武发现了公孙述，便策马狂奔向他跑去，然后迅速地用长矛刺向了公孙述的胸膛，公孙述即刻滚下了马背。幸亏他手下的将士们拼死相救，才被带回了成都城。到了半夜，公孙述因为伤势过重，一命呜呼了。临死前，他将兵权交给了严岑，严岑见大势已去，思考再三后，决定开城投降。公元36年11月18，吴汉率军进入了成都城。然而3天后，他却发出了一道令人匪夷所思的命令：屠城。随即公孙述的家人及其族人通通被杀，举城投降的严岑也被斩杀，公孙述的宫殿也在一片火海中化为了废墟。消息传回洛阳，刘秀暴跳如雷，痛骂吴汉和刘尚。至此，巴蜀之地被彻底平定，刘秀除了西域和卢方之外，基本恢复到了西汉末年的疆域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